修网络的。昨天刚修好的网络，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，说他们又断网了，而且断的还是他们电厂的电脑。走吧，这回我倒要看看他们这次断网又是什么原因。你来了，那些电脑都能用，就我的电脑不能用。按照惯例，我打开右下角的网络和共享中心，打算查一下是什么原因的时候，却发现了这个。你这个怎么这么夸张？我哪知道之前还能用，你换完那个交换机后就动用不了，很奇怪的。电脑一直显示网络断断续续的，这种情况不是网卡出了问题，就是线路出了问题。那我就先查一下它的网线有没有什么问题吧。看到在哪？不用，我在找。刚才跳了一个什么野太晚出了。你之前说我这个电脑接2个网线，不是就插一个网线在那上面吗？内网实力网。当时这水龙头我也看不出什么原因来，只能上学日仪了。我通过寻线仪对线，我就找到了原因，它这边6号线不亮，那这就是线路的问题了。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和水龙头有关系。我看他这边水龙头打的不是那么合格，索性我这边就重新给他打了一个水龙头，试一下换一个水龙头能不能把网络给恢复。但是就在我打水龙头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小姐姐就和我说，众子使的电脑也断网了。那不是也没有网。都没有收到。对。我打完水龙头后再对线的时候，发现6号线还是不亮的，那故障点还是不在这里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去另头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来到了机房，我找到了这条网线另头，然后插上取讯仪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来了，这网线的6号线居然又正常了过来。然后我回到诊室看一下什么情况。结果发现这边也正常了起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居然都正常了。也罢，既然都正常了，那么我就把它接回电脑。然后我接着又去机房那边，把这条线也接到交换机上。接完后我再回来一看，发现这电脑的情况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，这网线总是跳来跳去的。这网线我刚才测过了是没有问题的，咋接回去就变成这样了？没办法，我只能在这里再测试一下网线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6号灯又不正常了。发生这种情况，我就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，所以我这边打算验证一下。我来到机房，直接把这条网线给拔了，然后换了一个口试一下。网线换了个口后，我再回诊室看一下，循线仪对线是否正常了。果然换了一个口后，它就完全正常了。这里我又把网线接回了电脑。这下它网络倒是不跳了，但它还是显示没有网络进来的。当时我就查了下详细信息，发现这电脑是有 IP 地址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能打开一个网页验证一下了。果然网页是可以打开的，因为有些电脑老溜得很，即使有网络进来了，它也会显示没有网络的。所以电脑有时候这个图标不要过于相信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打开一个网页验证下是否有网络才行。好了，这台电脑的网络就被我搞定了，再去下个诊室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一样的步骤，右下角网络和共享中心，查一下本地连接。
这里和之前的整治一样，也是没有识别到网线，所以我只能拔了这网线，看看它又是什么情况了。我用网线插上寻迹仪对了下线，结果发现这条网线不亮的灯更多了。它这里写的内网25，那么我就去机房找到这条内网25的线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在机房找到了这条线，大伙看吧，只要网线接在我设备上，网线它又正常的过来，这说明了什么？那只能说这个交换机是坏的。我这里验证给大伙看一下吧。我用一条跳线来对线，它是正常的。但是我把这条跳线插到交换机上再对线的话，你们就能看出原因了。大伙看吧，接上去后这6号芯是不亮的，看来确实是这个交换机出了问题。这边我再换另一个口给大伙看一下吧。这个口坏得更夸张了，难怪这台交换机会莫名其妙的丢在这里，看来是有原因的。无奈这里我只能给他换上一个新的交换机了。换上新的交换机后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喊动网了。我只能说这两个老六不知道我来之前已经坑了多少个师傅了。至于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更换设备，因为有些客户你给他换了新设备，你以后就要免费给他维修了，这点入这行的都应该深有体会吧。好了，下一期是解决企业网络掉线的问题。这可能是我今年最倒霉的一次监控维修了，不但翻了车不说，还被蚊子叮了几十个包，修到最后还发现这监控损坏还是人为的。这个监控我昨天过来维修过，以为一个监控很容易修好，所以就没有带工具过来，我甚至连这次维修也没有打算拍摄在内的。哪成想昨天就翻了车，因为这个摄像头居然让我一时半会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。我一开始过来先把这个摄像头盖住，打算看它灯会不会亮，如果它的灯亮了，那么就代表它是通电的。但是我盖了半天，这灯愣是没有亮。这时候我根据经验判断，它应该是线路故障了。然后我就拆开这个防水盒，看看它水龙头有没有进水，因为这种故障大多数都是进水导致的，所以拆开检查就对了。我把防水盒拆开后，发现水龙头并没有烧黑的痕迹，监控的网络接口也同样没有烧黑的痕迹，看来这个故障还不是进水导致的。既然这里没有问题，那么只能去另头看看什么情况了。我来到了交换机旁边，果然就找到了故障所在。这3号口的网线灯居然是不亮的。当时我给他换了个接口试下，没想到就这么一换，网线的灯居然就亮了。当时我以为是水龙头松动导致的故障，所以就没有放在心上。然后我准备去摄像头那边，打算把刚才拆的防水胶装回去，就准备收工走人了。但装回去之前，我总是习惯性的盖一下镜头，看一下它有没有通电。结果我盖了半天，发现它愣是没有任何反应，没理由啊！我又回到交换机那边看看什么情况先。我来到交换机旁边，看到了供电灯是正常的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它右边的数据灯并没有闪烁，屏幕也显示这摄像头确实没有恢复过来。于是我只能进入录像机的通道管理里面，看下发生了什么情况。我看到了这个摄像头是网络不可达的时候，我以为是 IP 占用导致的，因为 IP 占用也会导致交换机的数据灯不闪烁的情况。于是我就把这通道给删了，重新添加摄像头试一下。但是我删了这摄像头后，录像机却一直迟迟没有收到这个摄像头，这就奇了怪了。按理说交换机已经供电过去了，应该是可以收到摄像头才对啊。那我只能去摄像头那边确定一下它到底有没有通电。当我走到摄像头面前，我就听到了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听到了这声音，那它确实是通电的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用手盖住它，它依旧没有开启灯光，这就让我一脸懵逼了。平常摄像头盖住都会亮灯啊，这摄像头的灯是不是坏了？我只能回到录像机那边看看什么情况了。我来到了录像机面前，摄像头依旧是收不到的情况。我又看了一眼交换机，发现它是右边的数据灯依旧没有亮起来。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回遇到，该不会是外面的摄像头坏了吧？为了排除摄像头坏的可能性，我只能把这摄像头给拆了，把它带到录像机那边试一下。
来到了录像机跟前，我把摄像头接到交换机上，发现摄像头灯居然就亮了起来。但是让我疑惑的是，这条线另一头明明已经被我拔了，为何它的灯还是亮着？难道是交换机出了问题？先不管这个了，我先试一下带回来的摄像头能不能收得到。我点击刷新，监控就出来了。我再把它添加上去，摄像头就正常工作了。给大伙看一下，屏幕是有画面的，这样我就可以排除这个摄像头是没有故障的了。于是我又把摄像头给装了回去。当我接上水龙头后，你说奇不奇怪？我之前怎么盖住它的灯就是不亮，现在它的灯又亮了起来，合着我啥都没干，它就自己好了。既然它的灯亮了，想必一切都正常了吧？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？这个摄像头装回去后，录像机又显示这个摄像头断开了，但是只要你把它带回来，一切又正常了，这就让我一脸懵逼了。你说摄像头问题嘛，但是我把它带回来，它就正常工作。你说交换机问题嘛，但是我带回来的摄像头也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这也排除交换机故障的可能。你说网线问题嘛，但是摄像头接上去灯又是亮的，因为没有带维修设备的缘故，索性我就翻了车。这里大伙不妨暂停讨论一下，说说这种情况是什么故障导致的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公布答案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我带了设备过来，我首先就给网线对了一下线，因为我昨天看这交换机的灯，就让我怀疑了是不是网线出了问题。但是当时我还没那么确定，我接上了巡线仪，对了下线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这网线断了很多芯不说，而且还出现顺序错乱的情况，导致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老鼠咬线导致的。于是我就在最有可能发生的室内找到它的断点位置。但是我找了半天，愣是没有找到任何老鼠咬过的痕迹。这线到这里就通向房顶了，所以我只能去房顶看看什么情况了。当时我也在房顶找寻了一番，房顶的网线全部都是被 PVC 管保护着，所以出现断点的可能性也不大。但是网线到了那边，因为有一棵树的原因，有一小段网线没有被 PVC 管保护着，索性我就打算过去碰碰运气。当时这里蚊子特别多，我被叮了好几个包后，断点终于是找到了。大伙看一下，这网线断成这样了。当时我就纳闷了，这网线在这里面好好的，也没有被拉扯的痕迹，为什么会断成这副模样？看样子也不像是被什么动物咬的啊。不管了，我只能把网线给它接好。为了做防水，我拿了个矿泉水瓶戳一个孔，然后瓶盖也戳了个孔，然后把网线给剪断，一头穿进瓶子里，另一头穿过瓶盖。然后准备去拿网线钳的时候，戏剧性的来了，网线就掉了下去。这时候我只能下去捡网线了。没想到我下去捡网线的时候，居然又发现了第二处断点，这是我想不到的，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人会进来呀，我爬进来都费劲，而且蚊子还这么多。但是这些断点确实也不像什么动物咬的，没办法，算我倒霉，我只能再拿一瓶矿泉水喝了下去。由于两处出现断点，网线的长度就不够了，我只能用一小节网线来补上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当时那边的蚊子那叫一个多啊！我被叮了几十个包后，我才把网线给接好。接网线的步骤就是把皮给剥了，两头相同的颜色拧在一起，然后用胶布包好即可。这里我就不细讲了。好不容易两处都接好后，我回去一看，摄像头居然还是没有画面。当时我快崩溃了，再用巡线仪对下线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，结果发现3号机没亮，这就意味着还有第3处断点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和客户说下情况，结果客户就和我说，前段时间他雇人把那里的杂草和树叶给砍了，会不会是砍草的时候网线也顺带被砍到了？当时我一听，
真相大白了，我就说嘛，这网线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多出来这么多断点？看样子也符合被刀砍的痕迹。好了，希望本期故障案例会给你带来帮助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